哎呀，这个要怎么说呢？在林老师面前的话，可是像疫情来，就是真的，一赔掉个，对啊，赔掉个10亿。很残酷，就挑战是非常美好的，人人都需要的。我可能要再过几年才有办法这样说。我现在还在那个挑战的遗毒里。就是说，去一个聊了。了解。2006年信义店开，然后您在那个3楼书店，然后对着吴先说，他怎么可以去做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，疯狂的事情？您看起来很开心，可是又觉得你这家伙疯了，对的那个样子，没错。都不知道讲到一个什么事情，然后就说拎你啊嘞，这样说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，哇，我有机会就跟吴先生说，你赶紧踢笑哈，然后事情越做越大，你将来要 Mercy 来挑啊。我说人家才大学才毕业。他可以再继续念书，他可以去玩，然后你用这个把他揣住。他说：“哦，那是他的自由，什么？我你忘讲了。”但其实是老板离开的那一年，就是那一天，就是17年。然后是我打电话跟老师说，对，然后突然老师就出现在我们旁边了，陪我们度过了就是那个艰难的一天。可是吴先生没有碰过一个事情，叫做疫情。他也没有碰过说小巨蛋100年都盖不好啊，这种事情 Mercy 通通碰到了，他通通把他搞定了。Mercy 赶快，人家还以为我是看到这个穿这么红呢。来，这里不是很好吗？在这里，你有厚不？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，然后傻乎乎的去做一个舞团，大概1年后我就知道一件事情，这辈子大概没有车，大概也没有房子。那我就说那不难啊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吴先生他有跟我说过，他觉得影响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云门舞集，但一个是天下的银发行人，做着一件不知道未来，而且看起来也不是能够带来明显就是获利，就基本上根本也不用谈这件事情的，就还是台湾有这样子的，应该是说前辈。我觉得老师每个知识都是有那个的，那我也要学习。没有，我是满心的佩服。然后我多次的讲说，台湾可以没有云门，因为云门的观众就是这些，可是不能没有成品。因为成品的读者是这些，不是卖书，他是卖阅读。除了阅读之外，就让他进去看到一种叫做品味，这里面他整个的 set up， 整个的设计这些，整代人是在那边，然后知道什么叫极简。还有一个可怕的事情就是24小时开着嘛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，通向古今，通向世界。然后过了不久又有了爱乐电台。然后弄到计程车司机也在听贝多芬，这是真的。在总骑乘的，我觉得是台北捷运，他建立一个秩序。忽然间，台湾人变成很爱排队，对自己的要求，然后在某种状况，秩序是美丽的啊。如果你讲到成品和原名，那当然我们没有漏掉。发疯的吴清友先生 ，OK， 我和吴先生都是战后出来的，我们曾经经过非常贫苦的社会，非常贫苦的那个年代，贫苦的小孩有渴望，会做梦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心的年代，一切都在往前走，梦想很艰难，可是是可以完成的，那边那个榕树也是。没有名字我当然知道叫榕树啊。
我觉得，因为我这一代比较是至少不愁吃穿的一代，就面对到的挑战不一样。我觉得那个精神性、跟那个热情、跟那个渴望，它应该是跟环境的贫瘠程度成一个对比。就你没有被挤压到那种什么都没有的过程，然后你好渴望、好想要有一个什么。可是像疫情来，就是真的一赔掉个，对啊，赔掉个10亿啊，就是锻炼心脏。真的在看老师的《激流与倒影》的时候，老师其实是创作跟经营，就可以说是右脑跟左脑吧，就是你是双脑同时燃烧，每天都在跟自己的无力感奋战。可是见到很多人的时候，像您说，现在采风教舞、赞助人，然后舞者，你马上都还是要一种状态，让别人觉得，对，要继续能够支持的，那没有问题的，会好好的，就开始有一些体会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经过疫情，可能我真的老师，我觉得我不会那么珍惜资源，不会那么觉得要告诉自己要懂得怎么花钱。老师是说，你要想再坏。你说的很好，他说我们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年都没有问题。对，你看这就是没有经过挑战的人会说的话。我从来没有觉得做好，从来没有。我为什么我所有事情都想到最坏？我唯一的财务上的关心就是说，永远要留3个月的人事费，所以随时解散的时候，你可以之前像譬如说户外公园，哇，那是大家很开心的事情，是很可怕的因为这里面下个雨，老太太就会摔跤，然后小朋友会怎么样，几万人这个事，所以完了以后 ，OK， 你回家喝一口酒。我唯一的庆祝就是只有这个时候。然后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就是说，是的，你就做，你永远要做，你永远要准备好。然后，因为你不做的是机会来不到，而且你做，一直做，它一定有累积。你一直苦到最后的时候，一定有人来救你。OK， 我还记得什么呢？我们有一年完全的经济上完全不行，而且国内的演出也还有一段时间，然后简直不晓怎么办。我们在困坐挫折到12点半左右，大家在办公室里面2-3个人，忽然间传真器咯哒咯哒就开始了，就跑出一封信，就是一个经纪人要我们去德国演出几十场。那年拼了抱学要做他第1次的舞蹈节，国际舞蹈节，然后都弹得很好，他就是要《流浪者之歌》，也就是非常都快签约了。然后忽然来一封信，就说多方的原因都要考量，我们大概很遗憾不能请你来这一次。你知道我做什么吗？马上回来一封信说：“你是担心没有机票钱吗？我们会自己筹。”当然钱在哪里我是不知道的，可是我就写了这样一个信。可是这里面这2个故事是，你一定要有作品在你口袋里，你一定要 ready。像有几年云门1年要演6出5，还有一个新的要做。可是，谢天谢地，我们有6个舞，可以把自己搞死。就像你刚刚说，疫情你转过身，几年后你讲说，我就是在接受那个挑战长大的。我觉得那个挑战，这句话讲的很残酷，就挑战是非常美好的，人人都需要。我可能要再过几年才有办法做。我现在还在那个挑战的遗毒里。他说：“那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，您会觉得开口很难吗？”不会，因为我不是为我自己要钱，我被拒绝的时候都认为是理所当然。就凭什么人家要帮助你嘛？你的理想是你的理想嘛？如果觉得就是被拒绝了，我们去吃顿饭吧 ，OK？ 这样饭还是要吃嘛。可是说了半天，重点你还是要有好的作品，你要有好的作品，你要有好的报表。就这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最后是还是回到最根本的那个东西。
你的头发变成女神。哇，真的树都长高了，我很久没有来。其实老师，我觉得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到我20几岁，就是我想要的是逃离爸爸妈妈嘛。就你突然发现他不但放你走，还给你一笔那个很好的零用金，叫你去旅行。你好像要到了你以为你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其实自己不要。但是你知道自己不要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所以那个跟老师的历程其实非常不同。老师从那个时候算是老骨头了，对不对？10几20岁要去，23岁要去学舞，对啊，就是怎么会？就我一直很敬佩那种，在自己年轻时候，就对于自己对哪件事情的热情是什么。然后，因为我之前是做记者嘛，其实我旁边的人都不在乎文法。都不在乎正确性了，也不在乎一篇文章好不好。然后我知道说我不想要创造自己都不重视的产品，我想要好好花我的命。所以我问吴先生说，我说那我进你公司怎么样？他说好啊，我觉得那是我选的，不是他要我进来。然后进成品之后，我当然就觉得我出不去了，也没有人像我那么 lucky， 有这种机会跟平台跟老板留下来一个很好的品牌。我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这种人，可是我觉得我是有功课要完成。你今天如果避掉了这个功课，那个你要完成的功课，它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还是要从其他地方去完成它。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什么把成品卖掉了，拿一笔钱，然后就过着无聊的生活、贵妇的日子，或等等的，对，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这种。我觉得 no life is not like that， 就你知道自己想做一些让人的生活或生命中，就让他感到被安慰。我觉得成品它是一个太好的机会。是非常好，我想两个，一个是喝咖啡很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说老师是长子嘛，那时候我记得您提到过，其实您是很破格的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成长过程，你们家庭教育里面其实很几句话而已。第一个，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不可以变成别人的负担。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，家训有4个字，叫做公而忘私。我从小就觉得，我当然不喜欢这些压力。一天到晚在讲这个事情，到最后还是产生某一种作用。退出联合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可是刚好就碰到一些人，就变成一个舞团。我希望大家精神生活上过得好一点，所以原本老师在做这些叫做普及吧，那些东西才是重点。那后来又有一个问题出来，就说断交了，好，那你就出国去给人家看，说我们叫做台湾啊，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事情。然后我要做云门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跟我说：“你也知道哈，跳舞这是乞丐的行业啊，乞丐的行业。”我就听了，你也不能辩驳他，因为那之前没有专业的舞团。那我母亲就说：“你要知道，每一位舞者都是他父母的心肝宝贝，你要把他们照顾好。”好，所以这2个事情加起来，我就知道说，一定要发薪水，一定要发薪水。所以为了发薪水，我就必须不断的编舞。我的艺术是这样来，所以我从来不提艺术这2个字。那编舞是我的工作，发薪水也是我的工作，这整个的事情是一个工作。这个东西你把它丢到别的国家去，不可能，不是说不容易，就是不可能。那台湾就刚好是可以这样子来完成这个事情，所以我是觉得很幸运。然后我就原谅他们我小时候给我的那些压力，那个压力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然后谁都不知道，我居然有房子。有一年刚好就是有一个平面的广告，又有一个电视的广告，那我就300万买了一个小房子。那个大概就是 Mercy。
湾很好，台湾大家的进步也都非常好，都在进步中。譬如说，我们有个女总统这个事情厉害，对不对？同性结婚也过了，对不对？居然最近还有一个neophylia 这个事情在国外变成很轰动。那很轰动说，台湾容许这样的事情，等于它的宽度到了这里来。我们的防疫，我们的两岸虽然不是美满，但是都还在走着，然后这里面累积了经验，我觉得比那个时候好。今年比7年前好。其实去年去看50年的新传，你知道我在哪一段哭得最惨吗？我可能是整个情绪一直到了最后面才带出来的。我是在彩带出来的时候，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的时候，反正那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了。我是紧，我就在里面，就是哭得稀里哗啦。那很多人是在那个时候被压抑的情感对，就爆炸了。就是老师，我觉得那个五马在50年前的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的那一种单纯的心情，放到这个时候来，它那么珍贵。现在我觉得要有那么单纯的 agenda， 好难。不是，那个是一个1000年后一样是一个万民的祷告。是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是最简单的一个，是那个也是民社会对政府的要求。OK， 是台湾是地震，然后台风，然后总是夹在强国中间。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来有一点点锁国，就关注于台湾的历史、台湾的这些东西。那我觉得是因为戒严时代的那个问题，今天在补足。可是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地方，应该再往前走。我觉得今天应该再放得更大一点。台湾的树、台湾的鸟、台湾的气候，特别是原住民的历史。你不能讲台湾，你讲荷兰人，你不讲原住民，那下面还有新移民，新移民后面都有一个文化，那些都是可以滋养我们，来刺激我们，贡献我们这些东西。这个岛屿真的很好，人也非常的好，我们也躲过了很多的苦难。可是到最后仍然，你的知识的追求，然后讨论，每个人有独立的思考，思维上面，小台湾可是有大的东西。台湾是一个面向大海的一个岛屿，你就要走出去。